小辈，你若束手就擒，还能留个全尸。超过100米的神识，这老怪的修为深不见底，以我的速度根本甩不掉他。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啊！完了，是花岗岩，钻不过去了。受死吧！我要将你抽骨，挫骨扬灰。我一条只想吃饱饭的蛇，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要被逼到这步绝境，这一切都要从我一口吞下那个重生上仙说起。我叫许黑，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蛇王，用眼睛可以看到几十米以外的东西。我不仅诞生了灵智，脑海中还冒出许多人类世界的知识，以及腹部出现的妖核成为了蛇妖，同人类修士一样踏上了修行。只因为如此，在羡慕许仙之余，我取名许黑，同时也明白了人类是最危险的生物。因此我的菜谱上，蛋类、家禽、牲畜是我的主要目标。而现在我要行动了。这农家猪着实不错，肥而不腻。天不生我陈凡，修道万古如行业。我居然重生了！上一世欺辱我的人，我要他们死！重生，人类画盆里最危险的那种主角模板。修仙界铁律：遇重生者跑，遇姓陈的重生者快跑，遇到狂笑的，直接考虑下辈子投什么胎。完了完了，他看我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人类实在是太可怕了！我要吃了你，将你们吃干抹净。完了完了，他发现我了，他要把我烤着吃煮汤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岂不闻天无绝蛇之路？只要我干啥来着？不管了，下手为强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蛇。一条小蛇也敢对我出手，真是不知死活，大海无量！完了完了，我许黑这辈子到头了。还挺肥，正好吃点蛇肉补充气血。此物正是妖族至宝妖神鼎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妖神鼎为何会帮他？就因为他是妖，我可是上仙的。我的妖核没了，刻骨铭心的痛，我的修行根基彻底毁了。我居然可以看见体内，不仅如此，哪怕闭上眼睛，我也能看见周围10米的场景。难道这就是人类修士口中的神识？而且我脑海中多了一些这个重生之人的修炼之法，具体干什么不知道。不管了，死蛇当活蛇医。这功法确实能疗伤，不过我觉得它主要还是用来修炼的，疗伤只是顺带。奇怪的是，我妖核明明碎了，按说灵气无处可存，可碎掉的位置竟被那尊鼎给占了。难不成那鼎现在就是我的新妖核？一个少年都如此厉害，人类不愧是万物之灵，以后绝不可招惹人类。不吃白不吃，不可做犹豫之蛇。看来我只能吃点小猎物了。人类修士分炼气、筑基、结丹，妖兽对应通灵、筑基、妖丹。我如今是通灵期1重巅峰，相当于炼气境1重巅峰，这也是这几天明白的。更让我困惑的是，妖核已失，本该沦为废蛇，可我修为却不降反升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填饱肚子要紧。整整1下午，我吃了1窝鸟蛋、1只松鼠、1只山猫。可这点食物还不及1头肥猪的1/3，根本不够塞牙缝。袭击野猪会不会很危险？按照修炼体系，这野猪被我压制，我可以轻松干掉它。保险起见，还是规划一下。我一定可以的。应该不会诈尸吧？管他的，先吞为敬。这是妖核，鲁莽了，居然是一头猪妖，还是得再谨慎一点。妖核及内丹，
蕴含妖兽一生的灵气精华，是人类炼丹炼气制服的绝佳材料。生吞有风险，稍有不慎便可能经脉寸爆体而亡，故而通常都是拿来炼丹的。可我身为妖兽，哪来那么多讲究？通灵2层成功了，一次成功。看来我并非庸才。野猪以西瓜为食，我以野猪为食。我能否省去这一步骤，直接吃西瓜？味道一般，器械也就和一只老鼠差不多。还是希望今晚能开开欢。溜了溜了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他这姿势是要攻击我吗？叉子难不成是烤我用的？死腿，快跑啊！忘记了我没腿，但我全身肌肉。老蛇王果然名不虚传，还好我没动。这人类的食物就是不一样，吃起来真带劲儿。小妞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陈小姐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不过在你临死前，我会让你爽一把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陈家三小姐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别杀我！不是为了食物的杀戮，纯属没必要。人类是一种奇特生物，一年四季都在发情期，不像我，只有春季。恳请前辈出手相救，我陈家必有重谢！被发现了，叫吧，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救你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好险，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死的肯定是我。人类真是太可怕了，该不会是我偷吃贡品被山神怪罪了吧？所以招来横祸。山神老爷，这是赔给您的贡品，保证比烧鸡好吃。我这就走。这2个月，我一直在山中游荡，捕些小猎物，偶尔吃点果腹。人类一出生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不用担心危险。投胎成人是一门技术，不是每个生灵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世间最大的孤独莫过于此。祝你下辈子投胎做人。啊，老蛇王来了，他不会也想吃鱼吧？老蛇王，世人都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这一桶鱼送给你了。这傻小子送我鱼干什么？不过这些鱼是我亲眼看着抓的，他们没时间下毒。不管了，尝一口试试。老蛇王冲我点头了，他冲我点头了。老蛇王又吃人了，张麻子和周铁匠被吞了，大家快去报官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允许出门半步。老蛇王吃人了！刚才老蛇王还在我眼皮底下吃完了一桶鱼，怎么转眼就吃人了？就在刚刚，我亲眼看见那河里冒出来一团黑影，将周铁匠和张麻子给拽了下去。不对，刚才老蛇王还冲我们点头呢，他哪有时间去吃人？你胡说什么？妹妹别瞎说。吃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肯定被盯上了，这是赤裸裸的栽赃赃冒。算了，逃命要紧，先出去避避风头，明年再回来。陈道长，可有看出端倪？确有一丝妖气。果然是老蛇王，半年不见又出来祸害人了，真是害人精啊！每年都要吃好几人才安宁，这何时是个头啊？这股陌生的药气不像是老蛇王，我如今是炼气境3层，这药气竟与我相差无几。所有人后退！孽畜，
休得猖狂！陈道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撤，封锁此地，等潮水退去，水里的妖兽自会离开。不出妖了。距离来到此地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河边的伙食好了不少，只是这些普通的食物对修为帮助不大。这鳞片已经赶上精铁了，等我全身都长满这鳞片，防御力应该很不错。先找条鱼试试威力。来了个八爪鱼，杀一条鱼都要2下，若是碰上真正的妖兽，怕是还没施展我就嗝屁了。这一招还是别用了。竟然是捕蛇人的令牌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八爪鱼体内的？这他妈是一头妖兽！不是，我尾巴上的鳞片这么猛，妖兄，我不是故意杀你的，我只是想打个野怪，谁知道将你给宰了。早知道是你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上去啊！希望妖兄下辈子投胎做人。这妖兄，我会记住你的功勋。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修炼了，有了这么多妖兽肉，不用再外出捕猎，专心闭关即可，说不定能一举熬到冬天。有预感，当云雾覆盖10成面积，就是突破通灵期3层之际。虽说没有突破，但我的实力却大增，力量与速度比之前增加了5成左右，尾部更是出现了第3个黑金鳞片。这个距离不会有任何野兽进入，即便是人类，也不可能。小牛，你好生待在家，看好妹妹，我进山一趟。爹，可你从没进过山啊！有你孙叔带着不会有事的，他是老猎户，跟捕蛇人合作10多年了，从没出过岔子。等你爹赚到了钱，送你去陈家镇的私塾，有楚先生教你，你一定能考取功名。时候不早了，生火吃饭，吃完就下山。好嘞。哪里吃饭不好，偏偏选这里。人类养了那么多家畜还不满足，为什么还要吃蛇？王老弟，感觉怎样？山里还是不适合我，做完这一托，我还是回家吧。正好快过年了，回家好。你家小牛将来一定出人头地。其实我总觉得，仙人如此频繁的进山，又召集这么多人，不单是为了抓蛇，好像是找……嘘，此事大伙心知肚明，咱不能多问，也别瞎想，做好本分之事就行，反正有钱拿。师兄，既然地方已找到，这群人留之无用，还可能走漏风声，不如……蠢货，你当司天宫吃干饭的吗？下毒，他们岂能看不出来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附近有一只熊瞎子正在冬眠。师兄高明，难怪师兄选择此地，原来是早有打算。你们要杀人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死在这里，司天云不得掘地3尺，荡妖除魔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诸位乡亲，这些天辛苦你们了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进山，吃完这顿，诸位可以回家了。我敬你们一杯。好，多谢仙人赐酒，一起干了。好酒，好酒啊！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。不好，有妖兽来了，快逃啊！仙人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这群贱民，惹出这么大的祸事，还有脸求救？赵师弟，快点！是你们自找的，别烦我。我招谁惹谁了？你干什么？我好歹也是修士，只凭一个凡人猎户，怎么可能射中我的储物袋？赵爽，你不得好死！好家伙，这捕蛇人起内讧了。丁师兄，你我都停留在炼气初期多年，但那灵物只能让1人突破，师弟只好对不住了。此敌会引来狼群，将这里的尸体全部吞噬，毁尸灭迹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恢复才是正事。这是修士饮用的灵酒，人类有言，少年不宜饮酒，但我已经成年了，
尝一口应该没问题吧？好奇怪的味道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忍不了了！好强的后锯，我这是咋了？咦，洞口变成了8个，入肉，好多吃的。好多吃的，居然敢对我呲牙！兔子也敢对我嚣张？你以为你是狼呢？好饿，好饿啊！不够啊！小兔子们别跑！吃了这么多，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我的天，居然是一头大肥猪！不管了，先吞了再说。这大肥猪居然会反抗！这附近有熊瞎子，还有狼群，不能再耽搁下去，免得他们过来抢我的食物。我得赶紧吃了。我的都是我的，我吞！咦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出来了？外面有许多狼，还有一头通灵中期的熊妖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似乎吃了很多兔子，还吃了一头猪。可这冰天雪地，怎么可能有猪？等等，难道说兔不是兔，猪也？早就听闻酒壮怂人胆，可我是蛇啊！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通灵期3层。200年，本座终于苏醒，是该找个肉身了。可惜上次的2具肉身被那小玩意儿给毁了。不过也算本座半个弟子，等他下次过来，定要让他找来一具完美肉身。通灵期3层巅峰，果然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光靠和平的修炼很难有所进步，只有靠吞噬，靠掠夺。如今我的神识已经能扩大到30米的范围。根据记忆，人类只有达到炼气境中期，才可初步运用神识，但也不会超过10米。我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水潭颇有些诡异，等修为强大一些后，让别人先来试试。蛇果只要服下就能增强体质，还有一定的几率蜕变为蛇妖。若是一口气吞下3枚，不知能否突破通灵期4层。不过还得几日才能成熟，得小心一点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一位老朋友，往年每次我回来，他都会来找我。你我先凡2隔，就此别过吧。宋师姐，此地就是我与丁姑子发现的万蛇谷，那灵蛇果就在里面。师姐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那灵蛇果我们1人1半，可好？多谢师姐，不过但凡灵药必有妖兽守护，还需谨慎。放心，师姐早有准备。这一带的蛇妖只有那老蛇王，若是老蛇王敢出来，正好用老蛇王的蛇胆入药。巧了，师弟也做了充足准备，就是对付那老蛇王的。这是捕蛇人炼制的雄黄散，能驱蛇虫，只要远远的闻到这气味，蛇类就会自动避开，对蛇妖也有一定的效果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又是这该死的捕蛇人！宋师姐，假如老蛇王不出现怎么办？那老蛇王活了10几年，寿元将近，此次的灵蛇果对老蛇王至关重要，不吃就会衰老而死。老蛇王不可能不现身。我有这么老吗？老蛇王，我很老吗？为什么这么叫？不过这万蛇谷的蛇成千上万，其中不乏许多品种与我类似。难道说这2人不是在说我？他果然来了。老蛇王现身了！我算是弄明白了，原来老蛇王才是正主，我就是个替老蛇王背锅的。那家伙10几年来横行霸道，吃了不少人，3年前突然就没了影，偏偏我那时候冒出来开始吃人，合着这么些年的捕蛇人全是冲老蛇王来的，全算我头上了。
好硬的鳞片，若是剥下来，定能炼制出一副宝甲。这就是人类的法宝吗？若是我遇到这种边打边撤、追又追不上的情况，当如何？现在我该怎么办？上去帮忙，还是把蛇果吃了就跑？谁？任务完成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混账！3年一结果，就这么被挖了，连我都知道捕末留一线，你一个人类竟然挖树毁根，真是该死！这采药药人肯定是兽人所使，应该就是赵卓与宋诗雨两人其中一个，想独吞这蛇树。不管了，先溜了。怎么回事？太可怕了！这蛇果树有毒啊！究竟是谁干的？师姐若是需要这蛇树，直接说便是，何必背着我做这种勾当？怀疑我真是可笑，我还没怀疑你呢。赵师弟，莫不是你做贼心虚，倒打一耙？哼，师姐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直接叫你那友人出来，我将蛇树让你便是。我只要一枚灵蛇果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我哪有什么友人？若不是你干的，就是那老蛇王动静太大，引来了其他高手。师姐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用这种说辞糊弄我？快打起来啊！别嘴炮了，就不能快进到2败俱伤吗？快呀，快动手！还是让师傅来定夺吧。师父知道你们的动向，专门派我暗中保护。方才之事，我已知了。好阴险，竟然还有人暗中保护，幸亏我没有贸然出手，不然死翘翘了。大师兄，那蛇树不是我挖的，另有其人。什么？那人非常狡猾，派出了一个凡人来挖树，不然我还能借着灵气变动追寻对方的踪迹。而若是凡人的话，就无法追踪，只能通过脚印。但很可惜，脚印也没了。蛇果成熟了，逆天了！就在刚才，我感应到了一丝蛇果成熟诞生的灵力波动，虽不知具体方位，但就在这地下深处，在地下。地下，宋师姐，刚才错怪你了。这地下不知藏着什么高手，我等还是速速离开，以免添乱。他下来了，这是5行术数土遁术。快给我炼化！挺能逃啊！只要不是筑基修士，我照杀不误。给我炼化！总算开始了，只要妖神鼎开始运转，我可以边逃跑边炼化，2不误。我这是到了修为的瓶颈。此妖不能杀，一定要活捉，说不定会引起总部的重视。哼，不错，还突破了，这才像样。人类，我本不想与你一战，但你将我逼到了绝路，所以我只能杀了你。你必须死！你躲不掉，被驱兽圈锁定的妖兽还没有能逃脱的例子。怎么回事？除非是筑基修士出手，才可强行抹除印记。这就够了。混账！给我站住！人类肉身脆弱，只要给暮云来一下，暮云不死也残。等暮云停下来调养恢复真气时，就是我反击的最好时机。风！什么？剩余的真气根本不足以支撑土遁术太久，必须离开地下。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此乃斩蛇剑，死在此剑下，你足以自傲。你的剑没资格斩我！大师兄，快逃！这下面有一只蛟龙诱抬。蛟龙！
此人见识过我的真面目，绝对不能放任暮云离开。该死！好在有上品疾风符。战利品日后再慢慢整理。人类捕蛇人，我许黑玉儿等不共戴天。蛇之一生短短10余载，一路走好。竟然是宋诗雨，此人身中蛇毒，躺在这里，有古怪。难道是赵卓干的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爹娘，小妹，孩儿就要为你们报仇了。丁海、宋诗雨、暮云已经下去陪你们了，还剩3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火球术、水弹术，还有土遁、水遁、火遁，甚至还有引力术。这些法术，我以前只在人类留下的零碎知识里听说过，从来没见过完整的修炼步骤。现在全都摊在我面前，一步不差。我肉身强横，灵智不输人类，复杂法术也能学。等我把他们全学透，我倒要看看捕蛇人还怎么抓我。捕蛇做运最救世极毁，能喷妖火与火毒，后被第11届老祖斩下祭炼为丹。原来我是黑阴蛇。不过我尾巴上的鳞片却是找不到任何记录，连万蛇录中也没有记载。不过上面说黑阴蛇在成年后会吞服火系药材，帮助诞生妖火。我回来的时候似乎看见了一株地岩藤，等鳞片长好再去一趟。我回来的时候似乎看见了一株地岩藤，等鳞片长好再去一趟。人类的储物袋中有供我服食的口粮，丹药 March 可以支撑很久。优先修炼土遁与水遁，先保住命；其次修火球术，便于毁尸灭迹；第3练引力术，以后不用总靠尾巴和嘴拿东西。至于风刃、雷击、龟息这些高级法术，巨简说了要练气后期才能碰，眼下暂不考虑。土遁术，第1次试验就有所甚效，我还是有点天赋的。这1个月，我土遁术练出了些门道，单凭灵力遁地，速度比当初的暮云还快。但到底修为浅了，通灵4层的真气撑不了太久，一炷香就得停下来，只能当保命手段。火球术就真没法看了，翻来覆去也就烧出个小火苗。看来那一株火系药材是非找不可了。鳞片已经长全，法术也练了一轮，正好去探探路。开冲！还会团队合作。想逃？给我套！过来！这驱兽圈真好玩，将你的手下全部召回来。你们守在旁边，方圆5里。禁止任何生灵踏入，这是纯粹的火系灵气。妖神鼎，给我练！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果然对火球术有帮助，修为也有所精进。这藤条条还挺长，再吃一节，强都不服就服你。上一个这么吃地焰藤的，坟头草都2米半高了。这几天我的火球术进展飞快，土遁术也更熟练，连第11片鳞片都长了出来。根据万蛇录记载，黑阴蛇的妖火就是黑色，不过只有筑基后才有，我这应该算是提前诞生了。这威力，此行不虚了。你自由了。你真的自由了。当然，你可以继续警戒，
若是发现人类的踪影，告诉我会有奖励。凡有灵药，必有妖兽守护。我已经半个月没回，不知道我种下的蛇树会不会有妖兽守护。他怎么来这里了？竟然也是妖兽。这白蛇毒性竟如此生猛，莫非这白蛇是老蛇王的后人？竟然连吐纳都学会了，这什么天赋？灵智颇高，警惕十足，又有天赋，还学会了吐纳。你是老蛇王什么人？看在老蛇王的份上，放你一马，你可以留在这里修炼。人类，人类在找我。多谢提醒，我出去一趟。这蜥蜴够你吃一段时间了，你好好修炼，不要外出。这一天，我早就料到会到来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快了，我能感觉到它就在附近。这3天，我学会了引力术，相隔2米，我能隔空取物，这还是我遇到过的最强烈的妖气。不过为何是蛇村附近传来的？那可是人类生活的地方。居然挖人家祖坟，比我还生猛。我是蛇村一带出了名的恶犬，还记得那是一个暴雨夜晚，我在一个破庙中吃了摆在贡品桌上的一男一女，从那之后我就开了窍，时常会诞生一些人类的知识。蛇，危险，快逃！狗鼻子这么灵的，跟上去看看。救命啊！有蛇妖杀人了，快来人啊！我操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快看，是那只黑狗！挖祖坟的黑狗，给我站住！这老黑狗怎么之前从未听说过？不过很显然，这老狗跟我一样，也开窍了。你不是喜欢挖坟吗？我就找个坟头等着，等你上钩。不对劲，有人来了。捕蛇人果然找上门来了，来者实力不弱，这一击的威力应该有我火球术的1半，这人的实力应该和那暮云差不多。孽畜，拿命来！此人的修为与暮云相当，但这法宝的威力却远不是暮云能比的。就是你这小泥鳅杀了我大哥蛟龙，怎么看也不像，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居然逃了！师父交代过，让我看见他后不可冲动，只负责拖延一炷香的时间，师父自会赶到。赵师弟说，此蛇妖极其狡诈，大能附体，有越级战斗之能，难道是故意示弱，引诱追击，趁机反扑？区通灵期4层妖兽，也需要师父老人家出马，我一个人就能弄死。出来吧！我发现你了！此人速度如此之慢，连暮云的1半都没有，分明是在故意示弱。这小子看上年轻，心机却很深沉。人类真可怕，在不施展土遁术的情况下，这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我停下！有种留下与我一战，我不用法宝也能将你灭杀！这是什么要素？引力术，能发出惨叫，说明没死。就差1点，再给我1周时间练习，绝对能将那玉佩彻底挪走。不累啊！为师会为你报仇的。超过100米的神识，
这人是什么修为？小辈，你若束手就擒，可保住一命。竟然掌握了土遁术，完了，是花岗岩，钻不过去了。受死吧！我定要将你抽骨！不好，埋你100层。峡谷是之前玉楼的险地，只要石头够多，炼气大圆满也得被压死，但并不保险。先逃！一条通灵期4层的小蛇，竟设下乱石阵，害死我弟子，还险些置我于死地。若非师祖留下的爆神丹，以20年寿元换取短暂筑基之力，我早已葬身此地。今日我与你不死不休！你逃不掉。引力术，筑基修士史来竟如此可怕。若真正筑基，我恐怕已粉身碎骨。此蛇机敏如狐，若放任成长，捕蛇人必将灭绝。豁出一切，也必须杀了他。可惜只布了1枚灵片，若射10枚，未必不能杀他。只是没想到他能以秘法筑基，命运如此，躲不掉。山神庙，我开窍之地，绝非寻常。此蛇诡计多端，怎会躲进破庙？必有诈！此地定有古怪。参见前辈。进去，把里面雕像毁了。混账！报！不好！再敢出现，本座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入轮回。前辈息怒，晚辈保证再不踏足此地。对了，诈尸，别诈尸啊！这下总还死透了吧？多谢山神保佑，今后我年年祭拜您。混账小子，给我站住！山神老爷，您说话了。限你半个时辰内找一具肉身来，否则我诅咒你永世不入轮回。我这就去找。要年轻力壮，身强体健，最好有修为的，别随便糊弄。活的山神，难怪我能开窍，定是被他点化的。山神让我找肉身，年轻强壮有修为，得认真挑。抓活的怕惹麻烦，死的应该也能用。对了，那条大黑狗肯定在挖坟，这次看你往哪儿跑。饶命！饶命啊！年轻、强壮、有修为，山神要的不就是他吗？这肉身简直完美。山神老爷，肉身找来了，绝对符合要求。混账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一条狗？你让我夺车一条狗吗？我明明是按要求找的。杀魔之体竟与我当年一样，罢了，总比魂飞魄散强。山神老爷，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给我站住！您怎么变成狗了？本座已夺舍，你传承记忆里没这词。你不是山神！我何曾自称山神？不过寄生在雕像里，是你一厢情愿。你冒充神灵，不怕报应下地狱？报应下地狱，蝼蚁自我安慰罢了。那黑狗挖坟偷尸，不信神不信邪，倒更像我的传承者。这是我的地盘，你的地盘老子不能来。倒是懂事，老子也算你半个师傅，都不孝敬一点。狼吃肉，狗吃屎，狼王拉点屎给他吃。给我去死！很久没人这么羞辱我了，徒儿，可知对师傅不敬的后果？我可没对你不敬，狗本来就吃屎。这么说，你承认是我弟子了？我没有，我对你有点化之恩，你还磕头行了拜师礼，不承认也没用。上当！听说了吗？大山里出了条千年老蛇妖，把这一带的捕蛇人几乎屠光了。陈道陵座下8大弟子死了6个，他亲自去报仇，也被之间苍老了20岁。陈道陵可是半步筑基啊，服了一枚爆神丹，短暂拥有筑基修为，结果还是败了。太可怕了，这山里还是别进了。原来老蛇王这么厉害，说他人杀人如麻，我不信。我亲眼见过，他根本不吃人。
你能否回避一下？一堆垃圾送给老子都不要。零食？哼，我只是好奇，才不稀罕。那老头100丈外就能用引力术压我，我也一定要做到。徒儿，天天吃这种垃圾食品，猴年马月才突破。狗看了都摇头。那你说吃什么？极品妖兽，极品灵药。哼，附近妖兽不多，吃了也提升有限，还得留着盯人类。走了。灵药杂谈，灵药45篇，炼丹手记，正是我渴求的。好肥的鸡，体内有强烈的灵力波动，这居然是通灵后期妖兽。这叫灵尾鸡，附近宗门饲养的灵禽，比野兽好吃多了。我顺了2只。放心，我做的干净，没人跟来。滚！嘿嘿，别生气，我是你师傅，送你1只鸡也没啥，只要把那零食给我。果然是为了零食，这鸡拿出去卖，至少值3块零食，你赚大了。先给鸡，这才对嘛。3天炼化1只灵尾鸡加1瓶凝气丹，就到5层巅峰。此蛇功法不凡，不必再传他功法。徒弟，灵尾鸡滋味如何？还行。再去抓几只，咱们师徒联手55分成，保你1个月内到通灵后期，1年内大圆满。不去，通灵后期的妖兽太危险，你自己去。哼，这些鸡被人类养肥了，连中期妖兽都不如，我1只手抓俩。上次偷猪差点让我丧命，这种事不能再干。哼，你不去，我就自己去。若被追杀，我往你这儿跑。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。放心，跟着为师吃香喝辣，有危险我能提前察觉，骗你作甚？这老狗偏执得很，不答应会死缠烂打，偏偏我拿他没办法。可以，但不准叫我徒弟，我叫许黑。许黑，不错，还会给自己起名，虽然烂了点儿。时隔2月又要出门，我只想快点结束。随我来。许黑，可知这国家叫什么？楚国。楚国境内有5大宗门：北冰雪、西昆仑、东蓬莱、南捕蛇，中部朝廷司天监。国内大小宗派皆归这5宗管辖。捕蛇宗强不强？如今勉强2星。远古时的捕蛇宗可是大陆最强宗门之一，当时这里还叫夏国，直到200年前。看，山上全是灵尾鸡。这峰上有一位筑基初期老头饲养，足有上100只。阵法，嘿嘿。这虫子对灵尾鸡致命吸引，听我号令动手，抓完就跑。动手！套！这些鸡空有修为，毫无战力，圈养之物不知危险，但力气不小，也只有我跟老狗能制住。撤！好呀，原来是你这偷鸡贼，难怪少了2只。这特妈是狗还是人？野畜休走！哼！就你会飞，老子也会飞。老狗自求多福，我先找地方炼化。炼化这3只，配合丹药，应能到6层巅峰。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你没死？谁死了？为引开那老头，3只鸡全扔了，白忙活。之前说好55分，这3只我分你1只半，
若非你引开敌人，我也拿不到。这不像我教出来的弟子。我从没承认是你弟子。哈哈哈！我只要1只，另外半只送你。只差1步。中窍丹。哈哈哈哈！我说过1个月保你后期，没骗你吧？这老狗除了最初装山神骗我，倒也没作恶，反而帮了不少。那地方暴露了，我不会再去，打死不去。放心，不逮着一个地方好，下次换一家。其实不用急，我想把境界夯实些，再突破后期，1年半载也无所谓。这次险些失败，让我警觉，修为长得快，肉身却提升有限，黑金鳞片只多了1块，不正常。有道理，先回去休养，正好传你些东西。大黑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座名头太大，当年神州星无人不知，令大能色变，小而止哭，横推一界无敌手。既然我是黑色，就叫黑帝。黑帝，帝王的帝。不行，你叫帝王，我岂不低你一等？看你个头大，就叫大黑。不行，这跟狗名一样。你不是狗吗？那叫黑黄。哼，不行，还是太大了。黄改成黄，黄色的黄。行，之前你问我认不认识天魔散人，我觉得这个名不错，一听就邪门，适合背锅。以后干坏事就说是天魔散人干的，干好事就说是许黑和黑黄干的。那是什么？着火了呗？不就是山火？山火，这是我的家！不！走，我带你们冲出去！烧了3天，该烧到蛇妖老巢了。师傅，这把火会激怒妖兽，恐怕蛇妖会下山报复。那又如何？老蛇妖与万蛇谷已引起总部长老信主，捕蛇宗即将在此设立分堂，到时你们皆可入内修炼。捕蛇宗分堂，那可是有结丹修士坐镇的无上存在啊！只要能进去，我就能成为高高在上的内门弟子。分堂建在何处？宗门机密，我也不知。那位长老已派分身查探，很快有结果。万蛇谷是天然蛇场，老蛇妖更让其价值倍增。捕蛇宗建分堂是要将万蛇谷牢牢占下。水弹术，山火隔段时间就有，天热罢了，大惊小怪。不过这次确实有点大，这不是意外。你说过捕蛇宗分支大都建在灵气充盈、蛇类丰富之地，对吧？没错。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你是说这大山深处有一处蛇类资源丰富、灵气充盈之地，适合建宗门？万蛇谷，我每年春季都会去，蛇类不下数十万，这白蛇就是从那里跑出来的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捕蛇宗是2星宗门，分堂必有结丹期剑阵，打不过只能跑。烧山开荒，人类建成向来如此。许黑，别冲动，你向来求稳。我知道，我又不傻。此地地势平坦8分，山泉众多5分，临河开辟要源7分，山丑3。万蛇谷就在前面，去看看能给几分。完美的蛇场，该把玉简送回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真有人跟踪。哼，藏头露尾的。一条赖皮狗，你的主人呢？幻阵！你真的以为刚才是幻觉？你这伎俩6分，勉强及格。火球术！失算了，竟然是木人分身，这玩意儿价值不菲，竟拿来探路，暴探天物！火球术！停！已经死了。这就是你说的80%把握。为了削弱他，我花了大代价布下锁神阵，不然你怎么偷袭？那玉简也被我留下来了。这样安全了吗？没有，分身死在这里，结丹期本尊定会亲自来查探。
前行破开可能损坏内务，吞入妖神鼎炼化也行，但都有风险。哼，神识而已，我3天搞定。确定？包在我身上。技艺传承，可助他们开窍。本座独家秘术，走吧。技艺传承需10天半月消化，能走到哪一步看造化。萍水相逢，不知何时再见。好一处洞天福地，可惜了。牧人分身死了，记录御剑被解，储物袋神识被抹，能看出分身端倪并敢出手，要么蠢货，要么修为极强。万蛇谷竟引来了竞争对手，我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楚国南部无人敢与捕蛇宗作对，只可能是国外对手或触怒了大妖。苏北，参见师尊。带5名内门弟子去万蛇谷附近搜查袭击分身之人。是，师尊。遁术，鳞片数量果然与肉身强度挂钩，身体越强，鳞片越多。总算开了，这神识真难啃。看看，你来，我没力气了。宝物不少，却远不如想象中富庶。丹药、灵符、药材、低级法宝、法术巨简，1块灵石也没有。开袋花了7天，8成是被这老狗私吞了。靠，1块灵石没有，白忙活。这些东西对我无用，送你了。说好的55分账，这些东西也该分你一半。这点东西大可不必。住手！有话好说。老狗，灵石交出来。太黑了，连自己人都坑。这10块还不知道是不是全部。我这是帮你存着，关键时刻再用。人类的知识才是我最渴求的。牧人分身，分身分3、6、9等，最弱纸人分身一烧就没。牧人分身实力略高，但能以假乱真，模拟本尊气息神识。再往上还有10人分身、血肉分身、身外化身。牧人分身有个屁用，吓唬人的。我推荐你学傀儡术。秦国第1宗门天魁宗就是行家，据说那里的傀儡比主人还厉害，一次放出180个同境界，谁人争锋？正常思路不是打不过就加入吗？这怂货！前方秦国边境有座临江城，去采购淬体药材和妖兽确实不够，光靠捕猎。哟，小矮子，个头怕是不到1米吧？怕是要被江风吹走。仙人，这侏儒竟是仙人！中等渡船，上下2层，第1层全是凡人，第2层一男一女，气质不俗。这紫衣少女约摸16，体内有淡淡灵力波动，有些显熟。晚辈见过周长老。那老头是？嘘，没看错，养鸡那老头。逍遥宗周长老怎么跑秦国来了？还同一艘船？别冲动，这时候走正好被发现。你狗子不是挺灵吗？贴脸了都没提示。谁一天到晚记那老头酸臭味儿？仙人恕罪，小人该死。滚！周长老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矮个修士怎么有些眼熟？不知能否找一处水流最急处淬体？这老狗又在玩什么骚操作？许黑，不如干一票大的，55分账。嘿嘿，开玩笑。这老狗乘船8成起了杀人夺宝的念头，幸亏中途上来筑基修士让他顾忌，我得小心，别被坑了。这位道友，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？6年前拍卖会上见过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原来如此，在下还有要事，告辞。这就没事了？不然呢？想干一架，我这就动手。你停，当我没说。要煎上好的包间，最贵的酒菜全上，妖兽肉多来点儿。安排。什么垃圾酒，狗都不喝，不够，把刚才的再来一遍。掌柜，这人吃了快1000两，妖兽都2头了，还上吗？继续上，软香散加1倍。撤！就这么走？这黑店没给你吃死人肉就算不错，还付钱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杀人抢钱，55分账，
你在说废话！给我搜！敢吃我血狼霸王餐，即便修士也要格杀！肉身强度又能提升不少，到处惹祸都是老狗干的，与我无关。你慢慢炼化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把我扔这儿自己出去，不行，得跟着看看，万一他又干坏事坑我。8枚灵石，收不收？成交。好个老狗，果然私吞了这么多，看你能卖出多少，到时一并让你吐出来。真该死，被外派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驻守3年，我怎如此倒霉？没办法，迟迟无法筑基，只能服从安排。这临江城虽乱，油水还是有的。看见那人没？应该是杀人夺宝后来销赃的，我去看看。叫管事来，我要出货。道友，入内详谈。捕蛇宗的玉简法宝换了100多灵石的淬体丹药和妖兽肉。走。于师弟谨慎些，那人敢大摇大摆销售，必有所知。人呢？道友，我们乃天魁宗外派弟子，管理临江城秩序，并无恶意，还请现身。装神弄鬼，3息之内滚出来，不然下场犹如此狗。1息，2息，果然是你。吞！我是天魁宗弟子，你敢杀我？于师弟，一同出手诛杀此贼。大局已定，这老狗不声不响竟这么强，我也不能落后。此人注意力完全集中，对周围视若无闻。天魁宗傀儡术能以假乱真，眼前这乞丐难道才是真身？一出手就要你命！管你多少防御，这一击把灰都扬了。结束了。不，我以身外化身行事，怎会被人揪住本尊？火球术，雷印。幸亏布置周全，此人保命手段真多，弄傀儡骗人，这手段我欣赏。靠，居然是假的！老大，哪个修士回来了？今日让他全吐出来！前辈饶命，小人该死，让小人做什么都可以。想活命，给个理由。这些孝敬前辈，滚！他说不杀你，我可没说不杀。赵一多本体被你干掉了？什么赵一丸？嘿嘿，其实吧，我私吞了捕蛇宗分身的大量灵石，不过你看，我都换成珍贵的修炼丹药了，这不是想将功补过吗？别废话，杀了2个天魁宗弟子还不快跑！我先撤了。都是对修炼有益的，价值上百灵石，够吃半年。以后我不再藏私。赵玉多报的，储物袋烧光了，只剩这些。下品灵宝，好东西。这些送你，再用墨晶石给你炼制一个究极傀儡，强化一遍，够不够？我还藏了一样，那枚黑色玉石。这老狗焉而坏，我也不能太老实。有此收获，加上赵一多的风帆，无需乘船，足够突破通灵后期了。此地灵气最浓，暂时在此修炼。少阳散，上品淬体灵药，这一点就值20灵石，第一次效果最好，别晕过去。力量、速度强了3倍，
修为未变，实力却天差地别。尾部黑金鳞片已增至30片，开始向躯干蔓延。这玉石内部长宽高均10米，是一个巨大储物空间，发财了！赵玉多竟这么有钱，这可不能让老狗知道。我的灵石，这蛟龙吃够灵石后必有变化。改天问问黑皇，这灵石哪里能弄到？许黑，救命啊！我去！这傻狗选的什么鬼地方？别见死不救啊！快用火球术！滚蛋！要喷你去！这数量，任何生物过去都要被啃成骨头渣。我只是好奇底下有什么，谁知会碰上噬灵蚁。你怎么招惹到的？噬灵蚁专吃灵石，平时休眠，有灵石就苏醒，沾灵气的东西都吞。感应范围多远？普通灵石100米，上品灵石数千里，极品灵石会让整个蚁群暴动。你问这干嘛？没什么。我就说此地灵气充沛，却连一只妖兽都没有。原来底下藏着噬灵蚁。我猜这废矿深处有座半废弃灵脉，说不定能切出180块上品灵石。引力术大成，50米内可释放。火球术已不够看，以火蛇术替代。土遁术日行千里，锋刃、雷击亦修成。同阶之中，我怕是难寻敌手。许黑，答应你的傀儡练完了，如何控制？傀儡机关术共分5层：人傀、地傀、天傀、魔傀、神傀。第1层对应炼气期傀儡。山火已熄，那白蛇与我萍水相逢，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？那2头小妖遇到麻烦了。我在他们身上留了金光咒，被激活了，只有1个时辰可保命。这么快，极品土灵根不成？此蛇说不定就是那头老蛇妖。这杂毛狼也一样，今日定要将他们活剐了。最多1个时辰，金光必散。叶师叔在100灵外，叫他过来稳妥些。土牢术，土牢术倒是谨慎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并没有帮手。不好！天魁宗的傀儡机关术，秦国修士怎会来此？是他！天魁宗道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小蜥蜴太弱，对付擅长防御的炼气后期无能为力。传刺术，锋刃术。叶之书，救我！给我住手！完了，雷击术，必须救他们！孽畜找死！杀爆术！真正的筑基修士，果然不是陈道莲那半吊子可比。看你如何土遁！怎么可能？我曾在地下800米淬梯，岩石怎能拦我？彻地钉！该死，攻击范围太大，根本无法近身。杀爆术！隐身符也给我显形！小夫，竟敢回去拿储物袋！今日掘地300尺，也要将你寻出！我不是他对手，胜算不足30%。人类修士肉身孱弱，若能近身，我有把握重伤甚至击杀。可他法术范围太大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小子，我给你1炷香时间出来，否则我出去杀了你的同伴，并联合所有宗门对你永无止境追杀。炸我！地下800米，
若发现我，早已动手。你终于现身了，炎亚！哼哼，藏这么深，也要死。不对，太轻松了。这是什么？中计了！这蛇竟用西长之法将自身血肉融入傀儡，骗过我。极限了！若非那遁天符，他必死无疑。能将他逼到濒死，够本了。火蛇术！你身上的伤都是那人干的，我自己干的，没时间解释。你先清理现场，我先撤。搬山宗，本座陪你们玩玩。痕迹被抹除，看不出动手之人。武宗早有互不侵犯之约，如今连长老都敢杀，简直找死！有没有可能是妖兽？妖兽？这方圆300里没有筑基大妖，即便有，以叶师弟的手段怎会逃不掉？更不可能抹除痕迹。我看未必。2个月前，玄阳子前辈的分身在此地被灭，储物袋被夺，凶手至今未现。小许子竟如此生猛，我也得加把劲了。这疗伤速度，身后鳞片，怕活上骨蛇类传承。罢了，不传他天魔功了。要突破了！通灵期7层，真气比之前浑厚2倍。面对筑基修士远远不够，杀死叶海川纯属侥幸，再来一次未必能复制。给你修好了，有你一份。你们也进来。我该叫你什么？许黑。许黑，那我能叫许白吗？名字都这样，你们有鬼！行，你就叫许白。我是许白，我有名字了。我能不能也有个名字？随我，叫黑二狗。狗是骂人的，我可是狼。筑基修士就这点儿，这种老不死，为了突破早已倾家荡产，一半欲放灵佛名巨简。只有大家族天骄身上才有钱，此物可测灵根，谁想试试？我要测。金火水3色杂灵根，资质差。极品木灵根，万里挑一的奇才，难怪嗅觉如此敏锐。好好修炼。单一木灵根的女子化形后貌美无双，不知能迷倒多少难修。怎么回事？灵根虽多，品质皆高，尤其是土灵根，极品都不足以形容。难怪你任何法术都一学就通。哼哼，是时候去一趟搬山宗了。土系法术共16种，先修厚土铠甲、大地钉，一攻一守。精通之后，面对筑基修士，即便不敌，逃命应也无碍。厚土铠甲一次成功，凝气丹居然产生抗药性。如今只有小培元丹鲜有一丝作用。叶海川有一瓶大培元丹，只有筑基修者才可服用。我舔了一口，差点经脉爆掉。炼丹药材倒是有不少，蛇术也在，可我不会炼丹。木灵根，许白不就是极品木灵根？这些是炼丹术经验，其中有小培元丹丹方，你可以尝试，不行别勉强。我一定不负众望。谁让他炼丹的？我是极品木灵根，最适合炼丹了。二搞试药可开心了，我的丹药是不是很厉害？搬山宗我来了！敢欺负小许子，今日就是你们搬山宗的末日！大师不好，先祖的坟被挖了！
不，弟子不孝，弟子不孝啊！但要妖兽了，必须捕猎。大地丁厚土铠甲以炉火纯青，傀儡术可操控50只小蜥蜴，先引开它们。这么多长毛象，花师叔料事如神，象牙可是宝贝，雕琢成宝玉送给紫霞门的小子，他们肯定喜欢。全体布阵，一个也别放跑。是。受死！这群人类打算绝种，连小象都不放过，太过分了。该死，阵法强度不够，你们3个去追逃跑的，其余人随我宰了这群畜生。是。 3人中1人炼气9层，2人炼气7层，先杀他们。大地丁，还有敌人！杀！上品火爆符，快退！那3个蠢货怎么还没回来？ 以薛洋他们的修为，半炷香就能搞定，这都快1炷香了，怕是私吞跑路了。我过去看看。慢，我去。不好！大地丁，翻山宗，不可能！究竟是谁？给我滚出来！藏逃路尾，为人耻笑，有种正面一战！耶！滚出来！卑鄙无耻！ 傀儡机关术，大地丁，你究竟是谁？筑基大妖，操！起码筑基后期，甚至大圆满，这群猛犸长毛象竟能招来这等帮手，这片山林还藏着多少怪物？大地丁，大地丁，卑鄙小人！ 换做平时，我必追踪你位置，将你反杀。共10人，一死7，余3。本尊追1人，群蜥追另2人。猛犸尸体是不敢想了，但储物袋够本了，可别绝种，以后没得吃。暗中的朋友，我满象族欠你一个人情，日后现身必有重下。中下品给许白，上品自己留。 为之交黑黄鉴定，妖兽肉倒不少，通灵后期5头共8000斤，抵得上1头小猛犸。又凑出1小瓶小培元丹，灵符亦补足损耗。经过3天全力修炼，腹中的小培元丹消耗还剩下1半，而妖肉彻底神鼎内的蓝色灵气水球已经长至拳头大。9人储物袋才半瓶小培元丹，此丹对人类亦珍贵，也不知许白炼丹如何了。 离席！哼，谁让他学炼丹的？我可没让他炼丹。那丹炉不是你的，还狡辩！今天第5次，加上前几天，我也数不清了。我从未见过这种人才，手把手教都炸炉。我成功炼出小培元丹了。这和小培元丹有什么关系？嘿嘿，你让他炼的，你吃，别辜负心意。不，我向来谦让，还是你来。 都是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？不用客气，我再炼一枚，人人都有。大可不必。都形成生理反射了。早知道留个人类活着此丹，我去抓个妖兽。哼！先是鱼，鱼长脚了，进化个屁！这是变异成怪物了。再是猿猴。 走火入魔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死个猴子算什么？不过此丹能令鱼生腿、猿化人，已非寻常丹药，简直是魔丹。许白，你修炼的什么功法？好像叫天魔功。天魔功，单一极品木灵根修天魔功，运转给我看看。
原来是我的天魔宫与木灵根结合，生出了连我都未料到的变化。那我以后还能炼丹吗？练得不错，以后别练了。喜欢就多尝试，以后抓人类修士试药总能成功。我会努力的，一定炼出对许黑大王有用的丹药。加油！许黑，是你让他炼丹的，以后可别不吃。突然想起有事，先走了。你是不是急需丹药？干票大的，洗劫紫霞门炼丹房，这是布局图。炼丹房在此处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要去你自己去，咱是偷不是抢。紫霞门全是女修，好对付，又是炼丹大宗，小培元丹、筑基丹，说不定一步到位。几成把握？算上你9成。那就出发，路上再讲。小许子，老规矩，55分账。知道了，屁话真多。紫霞门，捕蛇宗麾下4大宗之一，只收女弟子。因紫霞宫双修可增进修为，加之掌门与捕蛇宗大人物结为道侣，无人干涉，弟子个个被骄纵成性。紫霞宫创造者真乃精才绝业，造福宗门。创造者是个男的啊，后来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变成女修，细节就不说了，免得毁你心境。若计划失败，如何脱身？放心，我那东西拿出来，紫霞门的老娘们不敢动手。你真能混进去，嘿嘿嘿。看着吧，保证能成。辣眼睛！住手！好可怜家小狗，带回去治伤。这也行？如果是我，他会不会救？蛇妖，去死！真双标，蛇没长毛就不符合审美。方妹妹莫怕，因说了她的皮未冒。李哥最棒了。大局为重。看你怎躲！本想留守，但此功能伤我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后土铠甲，搞定了，进来。刚好赶上。禁制已全破解，此物往上一按，光照就会出现缺口，维持一炷香。掌门洞府也能去？当然，贴上隐身符，结丹之下难发现，但别乱散神识。丹药存放3处：外门丹房、内门丹房、紫霞阁。先在内门丹房闹点动静，再经小挪移阵去紫霞阁。阵法我已布好，拿完直接挪移走。好，黑皇真正目标是紫霞阁保护，多偷点也好。2个长老，一个筑基初期，一个中期，你引开一个，另一个我来。拿完丹药去挪移阵集合。怎么引？杀人毁房都行，能引起筑基注意就够，别闹太大。果然没死，此人背景深厚，又有保命底牌，但若趁其刚恢复，未必不能要他的命。萧愁，来我这儿坐坐，不识抬举，活该当一辈子乌龟。萧愁，华云天没力气了，快进去推推他。闹出点动静，时机正好。此人保命底牌多。你误会了，他是被暗算。搞定了，快来搬东西！狗东西，放老夫出去！发达了，老狗，你怎么把它装进去的？他自己钻的，别诬赖我。我操！快走！慌什么？老夫定不饶你！消息传这么快，是不是你动静太大？没有，我只杀了个女人。奇怪，不管了，按计划去紫霞阁。黑皇，见好就收吧，我有不祥预感。啥？这阵花了我大量灵石材料，能来回瞬移，怎能说走就走？事情未按预料发展，变数更多，我不想再冒险。信我就走，不信我用机关兽陪你去。本尊不冒险。凭什么？有证据吗？姑且信你，
但也不能浪费阵法，用傀儡。我当年的遗留物果然在此。有埋伏！可惜连山绝壑只读了一半。哼哼，老朽等你很久了，说所谓何物？我早发现挪移阵指向紫霞阁，将计就计，布下封印，谁知竟是傀儡，对方怎会发现我？今日谁也休想离开，封锁紫霞门所有出口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连一只蚊子也不能放走。真有埋伏！许黑，你怎么发现的？猜的！你不是说结丹期不会出手吗？我哪知道，偷个丹药竟把老祖引出来，真是倒霉！完了，没反应，他们追来了。